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天热要多吃一些洋葱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洋葱的新吃法，不炒不凉拌，做法简单，出锅孩子抢着要吃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把洋葱对半切开，再切成4瓣，全部切好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半盆清水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用手将食盐搅拌融化，然后将切好的洋葱放入盐水中浸泡一会儿，这样在切洋葱的时候就不会辣眼睛了。这个时间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韭菜，先将硬根去掉，再将韭菜切成小段，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一个青椒，先将辣椒蒂取出来，再改刀切成细丝，切好后放入盘中。准备半根胡萝卜，搭配一下颜色，好看又好吃。先把它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细丝，尽量切细一点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胡萝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，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被称为小人参。平时可以多给孩子们吃一些，对眼睛特别好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准备一个好看的小碗，在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加入少许料酒去腥，用筷子充分搅散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一直搅到鸡蛋没有颗粒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洋葱也泡好了，将它拿出来，放到案板上，把它切成细丝。洋葱在盐水中泡过之后，切的时候一点都不会辣眼睛了。夏天天气比较炎热，要尽量少吃一些大鱼大肉，多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。这里可以选择多吃一些洋葱，因为洋葱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，富含钾、维生素 C、叶酸、锌、硒等，有很强的杀菌能力，还可以增强食欲。全部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盆中，将搅散的鸡蛋液倒进来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每一个洋葱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搅匀以后，再将切好的韭菜段、青椒丝、胡萝卜丝加进来。下面调一下味儿，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少许胡椒粉，1勺生抽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然后在里面加入50克面粉，继续搅拌均匀。这里面粉不需要加的太多，加太多口感会不好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求您发4大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最后搅拌至像这样比较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刷上1层食用油。家里没有电饼铛的，这里用平底锅也可以。然后将调好的面糊倒进来，用铲子整理平整。上面也刷上1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。再撒上一点白芝麻增香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上下火，先煎上2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利用盘子给它翻个面。哇，现在闻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香。盖上盖子，再烙上2分钟。全程大约烙了5分钟，像这样烙至2面金黄，用铲子按压，特别的有弹性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
放到案板上，用刀切成小块。这道好吃的洋葱饼就做好了，特别的柔软，当做早餐非常不错。里面加入了洋葱、胡萝卜、青椒、韭菜、鸡蛋，营养又解馋。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。洋葱用这样的方法做成饼，真的是太香了，上桌孩子抢着都要吃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。端午节吃粽子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，一年一端午，一岁一安康。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包一些粽子，也有一些工作比较忙的朋友会从超市买一些粽子来吃。如果包的粽子或买的比较多，一时吃不完，那我们该怎么保存呢？很多朋友会直接把粽子放冰箱保存，那样不仅容易串味儿，而且里边的水分和营养很容易流失。拿出来口感就会发硬，而且也少了粽子的香味儿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保存粽子的小窍门，用这个方法保存粽子，放半年都新鲜好吃，软糯又咸香。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些凉开水倒入大盆中，这里不要放生水，生水的话容易滋生细菌，不利于粽子的长期保存。将粽子放到凉白开里浸泡5分钟，这样粽子就吸足了水分，在冷冻的时候能在粽子表面形成保护层，锁住粽子本身的水分以及香味，从而能降低水分流失。5分钟后将粽子捞出来，这时准备一张保鲜膜放到案板上，将浸泡好的粽子放进来，将粽子紧紧地包裹住，中间尽量不要留空隙。用保鲜膜将粽子包紧实，这样相当于给粽子又多了一层保护。因为保鲜膜的密封性很好，能进一步锁住粽子中的水分，起到一个隔绝细菌的效果。这样保存的粽子更新鲜，而且更加卫生，能保持里边的糯米水分比较饱满，无论放到什么时候吃，口感始终比较黏糯，并且粽子的香味比较浓，把里边的空气排出来。像这样依次包好，一定要裹紧实一些，这样才能保证里边的水分充足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求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因为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，想吃多少拿多少，特别方便，就算放半年都和新鲜的一样。全部包好后，准备一个密封的保鲜袋，把包好的粽子全部放到保鲜袋里，把里边的空气排出来，再系紧，这样粽子基本上就接触不到空气，在后期冷冻的时候也不会产生冰霜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再放到冰箱冷冻，这样不但能够保证粽子里边的营养不流失，而且粽子的香味也是特别浓。煮完之后的粽子吃起来软糯又咸香。我们在吃的时候可以提前1天拿出来，放到冰箱冷藏室，把保鲜膜剥去。由于粽子经过冷冻过后，这里不要用水煮，那样营养容易流失，而且水煮过的粽子鲜味比较淡，吃起来口感也不好。我们直接把粽子放在蒸锅上，盖上盖子，水开后蒸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一定要把粽子蒸熟蒸透。时间到了，现在把粽子取出来，放到盘子里。稍微晾凉后，我们打开一个粽子看一下。我这个是甜粽子，我们北方人都比较喜欢软糯一点的甜味粽子，而南方的朋友呢，喜欢有嚼劲一点的咸粽，也就是肉粽子。南北方各有各的喜好，不管是甜粽还是肉粽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保存。看一下里边的粽子特别的软糯，
这里放了黑米、红豆、绿豆等各种豆子，还有红枣，咬上一口，软糯咸香，还有浓浓的粽叶清香味儿，和新鲜的一样好吃又营养。粽子虽然好吃，但是它粘度比较高，不容易消化，所以最好不要吃太多，一次吃2到3个比较适宜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